我承认咱这台确实比较挫，但也还是有底线的。比如首款自研3纳米 SoC 这么意义非凡的东西都没瞧的话，可就太说不过去了。当然，毕竟小米15 S Pro 自身相较前作基本一模一样，没啥好讲。所以今天内容比较简短，主要围绕玄界 O1试试看怎么个事儿。首先架构等等应该不用再重复了，网上满地都是，咱们直接进行测试。CPU 部分跑分总之就是各种猛，同时效能即便X925超大核在古典的 Spec 06下，似乎也能力压15 Pro 上骁龙8至尊的这颗 Orion L 半头。当然最离谱的肯定还是 A725 大核与中核，前者超骁龙一大截，后者效能甚至已然有点逆天，总体表现可以说相当精彩。但是注意，这并不意味着到手直接就能秒天秒地，主要还看实际调教的侧重与取舍。离开白名单独有的全核满频偏日常点的，比如 2R 压缩、解压缩测试，15 S Pro 都要慢上一些。再比如视频转码压缩，不论是否开启性能模式亦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为平衡功耗，平时能拿到的性能其实会比骁龙8至尊弱一些。刚刚两个场景为例，几何平均幅度大致在 10% 左右。GPU 表现无论性能还是效能都没有 CPU 那么的抢眼，比骁龙8至尊版弱一点，哪怕自家安兔兔当中也因此拉低了整体分数。但坦率讲，这部分影响反倒大概率不会有 CPU 明显，具体到游戏当中再探究。然后有必要插一嘴的是，哥们儿目前性能最大短板有可能在 AI 方向，跑分相较骁龙有明显差距，同时貌似也没有类骁龙的神经网络引擎，本地现在跑不了大模型。不过当然，一方面不排除单纯只是测试软件的兼容性原因需待更新，另一方面就算如此，这点恐怕也比 GPU 还不用纠结。毕竟以眼下的应用范围来说，尤其高阶 AI 功能几乎都是部署在了云端，使用中无法察觉哪里有区别。最后存储性能在玄界 O1 驾驶下看起来要比15 Pro 稍更强。接下来由于玄界 O1 对外屏蔽了内部温度，也看不到 GPU 使用情况，参考数据有限，所以只能算是初概评断。25摄氏度 3D Mark 烤机，结果出人意料，目测调教适配还不完全，或者单纯白名单的关系，15 S Pro 未能像15 Pro 一样正常判断输出，直接跑崩了。上演爆炸即是艺术，峰值逼近16瓦，1分半左右都扔在12瓦上下，随后9至11瓦游走，就这么生生扛了将近10分钟，才猛然想起自己好像是常规旗舰，但挥之晚矣，咣当怼在了墙上，没能跑完全程。此时周身五面最热点平均将近50摄氏度。查看调度过程当中，主要 CPU 有些过于激动，甚至两颗 X925 超大核近乎锁在了 3.26 GHz， CPU 整体规范化平均使用率 11.2%， 远高于15 Pro 的 6.4%。这样一来，也就导致本环节除了热身用途，仅剩发热分布，勉强还剩一丢参考价值。热力图判断不出意外的话，两者散热系统完全一致，未见任何明显改动。当然，突出机身的闪光灯金属名牌终归设置在了发热最集中之处，也许微微会有一点辅助，但过于微弱，大可忽略不计。游戏实测赶时髦同步一下发布会，再加5度，咱也试试35摄氏度环境温度能到什么地步。首先最高画质120帧王者10 v 10，可能前9分钟大家还算是旗鼓相当，不分伯仲，但之后15 Pro 起码先缓降90帧，实在不行60帧，待温度有所缓和还能再跳回90。然而15 S Pro 却是缓降至15分钟左右，直接锁定60帧，再也没动过。总体相对降帧早，幅度大，感受上不免差点意思。同时即便如此，整机也多用了 0.3 瓦。查看调度情况，一如前文，可能为了最大化效能表现，不同于15 Pro 骁龙8至尊的全家齐上阵，15 S Pro 玄界 O1 果断还是 A725 们扛下了所有，基本锁在 1.89 GHz 的两颗 X925， 除偶尔瞬时压力比较大时略微蹦的两下，总体参与度并不高。那么合理推测，即使游戏当中目前最高优先级也显然不是性能，而是尽量确保功耗与机身温度。当然结果来看，该说不说，控制的倒也确实相当精准，尤其周身纵使在35摄氏度环境下，最终竟也能完全一致。只是感受上这里着实隐约有点束手束脚，估计得等啥时候塞进 Redmi 方能真正有所发挥吧。最高画质原神玄界 O1 的两颗 X925 仍旧没有上线的意思，压力还是给到了效能核心，尤其是低频 A725 以及 A520， 平均规范化使用率几乎集体翻倍。帧率方面，虽然后半程受限于发热进入缓步降帧，最终降到了42帧，但该说不说，着陆平稳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闪失。反倒15 Pro 的骁龙8至尊有点尴尬，18分钟左右，其中一颗超大核直接下线，随后20分钟位置帧率突然跳水，最后几分钟更是干脆躺平，锁在了36帧。总体无论功耗、帧率亦或温度，走势中不难看出原计划15 S Pro 大概率是想继续跟15 Pro 保持一致的，只是谁能料到后者半路腿抽筋了呢？当然这倒也并不是说15 S Pro 纯靠捡便宜，一方面这4个效能核心是真的给力，创造出了更大的温度空间，促成后半段的能扛。另一方面，单看前15分钟没降频的部分，的确也是这哥们儿更好一丢，能打。或许这就是自研的妙处吧，能更加精细的优化。毕竟骁龙在小米身上祖传元神微小卡顿，捅咕到现在才
还算勉强修复，但是玄界一来直接完全没有这个毛病，有点意思。星爵得到同样上来我就怒冲35摄氏度跑了一组，但可能莫名有点触发了什么奇怪的 bug， 两位数据看起来都不算特别正常，好在30摄氏度下倒没什么问题，所以这里就以该组为准了。帧率方面纯论数值，两者约等于没区别，哪怕依照帧率曲线，前5分钟以及末尾10分钟也都是近乎重叠，主要差异为中间15分钟的预热降帧过程相对平滑缓和的 15S Pro 显然更胜一筹，平均大致高了 9%， 再结合整体更低的功耗与温度，本环节表现属实相当出色，比原神当中还要通顺。 CPU 调度上不同于骁龙，玄界 O1 依旧主打效能核心，调度积极，调频范围也非常大，感觉可能正因如此，为 GPU 留出了足够发挥余地，于是即使绝对性能相对稍弱，实际当中尤其这种常规旗舰上也并没有成为瓶颈。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玄界 O1 毕竟是初代，像15 Pro 在部分游戏当中提供的超分插帧等功能，15S Pro 目前是没有的。最后考虑到有朋友可能压根儿就不玩游戏，但是我猜你大概率会刷短视频，所以抖音作为日常代表，我也简单试了试。30摄氏度室温，200尼特亮度，5G 网络连刷半小时，好像跟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尽管两位功耗差异很小，但 15S Pro 周身确实更热一点，平均多了1度左右。查看调度，哥们儿主要使用的是效能相对最高的 A520 和低频 A725， 基本不太可能引起发热，但 X925 超大核似乎比游戏当中调用更加频繁，这个肯定多少占一点，只是大头估计就是基带了。于是换成 WiFi 网络，我又重新来了一遍。这把两位周身平均仅相差 0.16 摄氏度，功耗相差 0.07 瓦，说是误差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完全一致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玄界 O1 的外挂基带的确很可能相对更热更耗电，日常尤其使用流量的情况下， 15S Pro 比15 Pro 或存差距。其他没啥了，中国烟草见了都得心头一紧的包装确实别具一格，附件只能说不愧为纪念款，从破天荒的铝合金封装数据线到统一色调充电头，再到能配挂绳的手机壳，更有15周年迷你小吊坠，情绪价值整得挺到位。当然要论实际点的也有，原装膜到手如非必要最好不要撕，以致 15S Pro 与前作的屏幕反光程度基本一致，但这张膜可以让平均光谱反射率原地暴降 63.6%， 什么概念呢？属于直接从吊车尾干到了逼近3星 Ultra， 显著提升观感，希望下回敞亮的直接做到屏幕盖板上，成为正经标配。按键不清楚是否单纯只是巧了，我这台 15S Pro 松垮的情况比前作强不少，有所改善。碳纤维背板虽然看起来也还是那么个东西，但应该是优化了工艺，表面多了一层处理，光线之下微闪，同时手感格外爽滑，远比先前好清理，不留指印。不过注意，仍旧不耐刮蹭，这类情况容易留下痕迹。天光频闪没啥大区别，不过10尼特以下极暗光纯论 SOM， 尽管貌似实际意义不是特别大，但 15S Pro 确实稍有提升，平均小了大概 0.1。触控采样，系统 UI 下还是133到144赫兹左右，游戏当中237，叠加超核跟手没啥明显变化，不过开启速心感测的话会来到300赫兹，总体粗概论断相同。但如果细抠，系统当中是小米15 Pro 相对更好，而游戏中尤其打开超核跟手或者速心感测的话，则为 15S Pro 更佳。注意仅限采样率，实际点击延迟可能还有所不同。屏幕硬件到内核没有问题，但 15S Pro 中触摸事件由内核再返回到夹板应用层的延迟怎么都更大一些。速心感测模式为例，基础传递链路耗时慢了 29%， 不过当然毕竟满打满算不到3毫秒嘛，正常来说这点差异几乎无法察觉，也保不齐一波更新后就修正了。好了，总结一下，玄界 O1 虽然 CPU 跑分各种猛，但受限于效能大前提，日常当中反倒拿不到那么多，到手性能多数时间或许稍弱于骁龙8至尊，这点在前面的测试甚至部分游戏当中多多少少都有所体现。倒是跑分相对弱点的 GPU 绝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不济，一如星穹铁道是吧？就常规旗舰而言，足够满足当下游戏所需。对于 15S Pro， 我觉着确实提供了与15 Pro 基本完全一致的体验，不过如果细抠的话，也的确没有前作那么的周全稳定，比如使用流量可能相对就稍更热更耗电，再比如系统也属实略有些适配上的小问题，有记得刚到手的时候连截图都不行，刚刚推送修复，整体想进入稳态或许还需要点时间。总之2选1求稳，肯定15 Pro 优先。而如果对提过的那些本来就不敏感，想支持自研发展，15S Pro 没毛病。
最后，总体可以说，玄界 OE 在研发设计、性能调教等方面确实都展现出了非凡潜力，表现远超预期，甚至离谱的完成度令人有点不敢相信，这居然仅是初代作品。尽管在内核 IP 层面论绝对自主程度，玄界作为后来者暂且是还没有当下麒麟那么高，但这点不应成为否定其价值的理由。毕竟归根结底，谁又不是从这儿起手的呢？众所周知，自研芯片发展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玄界 OE 不管咋说，都无疑为后续研发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技术基础。期待未来随着芯片内核自主设计能力的提升，玄界系列芯片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